在上一集的影片中，我们开箱了2018年所推出的全新第3代 iPad Pro。新一代的 iPad Pro 除了效能变得更强，机身的厚度还是所有 iPad 系列中最轻薄的。然而，令 iPad Pro 更加备受瞩目的，还有全新的圆角萤幕设计，以及 Face ID 脸部辨识模组的搭载，而且充电接口也改为 Type-C 的规格。更加令人惊艳的是，如此轻巧的 iPad Pro 不只容纳了4个音响及5个收音麦克风之外，在执行运算时的效能竟能与 MacBook Pro 并驾齐驱。而在即将推出的 iPad OS 升级，将令它无穷的潜力更进一步的被释放出来。当然，让它无与伦比的幕后推手，还有那一支点石成金的魔法棒。What the Wait， 是那一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第2代 Apple Pencil。那我刚才照它的指示呢，要把这个塑胶封膜撕掉，没想到竟然失败了。那我现在直接把这个包装 OK 把它拿起来。它的设计呢，跟上一代的包装一样，是从上方把这个盒子像抽屉式的一样拉起来。然后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的字样。那这说明书呢，我们把它拿起来看一下。这次的说明书与上一代不同的地方在于，之前是有送 Apple 的替芯，就是那支铅笔的笔尖，那这一代已经没有送了。另外也没有附赠 Lightning 的转接头。第2代的 Apple Pencil 外形采用了跟第1代不一样的雾面材质，也把第1代尴尬的充电设计拿掉，改为采用全新的磁吸式无线充电，所以必须要吸附在第3代的 iPad Pro 上才能进行配对跟无线充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配对跟充电方式的改变，第2代的 Apple Pencil 目前只能在第3代的 iPad Pro 上面进行使用，所以是无法使用在新的 iPad Air 或是 iPad Mini 上。而第1代的 Apple Pencil 也无法在最新的 iPad Pro 上面使用。除此之外，这次还新增了点触功能，只要握着第2代的 Apple Pencil 并快速点2下笔身，就可以在 iPad Pro 上面切换书写或是绘画的工具。那这一个新功能呢，是使用者自己可以在完成配对后到系统设定里进行客制化的设定。目前有的设定包含点2下切换成橡皮擦，或是点2下切换成之前使用过的工具，再或者是点2下来把调色盘叫出来。如果觉得这功能很多余的话，你也可以手动把它关闭这个点触的功能。那在我简单的进行绘画体验之后呢，我觉得它的笔触感啊，或是整个书写的感压都是跟第1代没有差太多的。所以如果你是本身已经有 Apple Pencil 第1代的使用者的话，基本上是不太需要为了第2代的 Apple Pencil 而进行升级。接下来我要带着 iPad Pro 和 Apple Pencil 实际到户外进行写生，一方面可以深入体验看看全新的苹果铅笔和 iPad Pro 到底跟前几代的产品用起来有没有差别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测试在长时间拿着号称有史以来最轻薄的 iPad Pro 与 Apple Pencil 互相搭配下的使用情境，会不会拿到手酸无力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
好，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用 iPad Pro 和 Apple Pencil 出去户外进行写生绘画的心得。一开始这样子带出去画画，感觉蛮新鲜的，尤其是搭配最新版的 Procreate 绘图大师应用程式，整体的绘画体验非常不错。除了不需要带着调色盘、画架跟洗笔水等大包小包的东西出去之外，它的笔触模拟本身也做得非常真实。在刚刚的影片中，我们有看到绘画过程的这个片段呢，也是直接从 Procreate 绘图大师这个应用程式里直接输出出来的。所以在画完作品后要上传到社群软体，或是分享给好友们观赏，都是非常容易的。不过在户外写生的时候，也有遇到几个让我比较困扰的小状况，像是这次带出去写生的是11寸的 iPad Pro， 虽然它的机身做得非常轻薄，不过因为窄边框萤幕的设计，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误触到萤幕，而且拿久了手还真的是会很酸。也许用最新版的 iPad mini 会是更轻便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的侧边点触功能用起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方便，因为在我出去写生的过程中，发现很容易在无意间切换到工具，像我可能画到一半的时候，铅笔工具突然被切换成橡皮擦，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就很容易会把刚刚画好的线条擦掉。至于其他方面来讲呢，其实绘画跟书写的手感跟前几代的 iPad Pro 还有 Apple Pencil 算是大同小异的，只是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有了磁吸充电的功能，所以可以在用包包背着它跟 iPad 出门的时候，吸附在 iPad Pro 的侧边来进行充电，而且也不用怕它到处乱滚，然后从此消失找不到。像我第一代的 Apple Pencil 就真的有消失过半年的记录，我当初还以为它真的被丢掉了，还好后来有被重新的找出来。不过有一点小可惜的是，目前的 iPad Pro 只有一边可以吸附 Apple Pencil， 所以一定要吸附在右侧的侧边上才能够充电。总体来讲呢，我觉得当初第一代 Apple Pencil 推出时就应该要有这样子人性化的充电方式，不过还好这样子尴尬的设计在第二代也被改掉了。那不管是全新一代的 iPad Pro 或是 Apple Pencil， 都算是不错的更新，而且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除了外观以及质感做了改变之外，还有提供笔身的镌刻服务，所以大家在官网上选购的时候，可以自己客制化想刻上去的内容。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苹果在台湾的直营店，不管是最新开张的信义 A13 或是台北101，都有 Today at Apple 的免费课程。如果你在看完影片之后也想亲自体验这样子使用 iPad Pro 搭配 Apple Pencil 去户外写生的话，可以上网搜寻 Today at Apple 的网页来进行线上的课程预约。如果你是本身有参加过这样子的课程活动，或是也很喜欢使用 iPad 跟 Apple Pencil 来进行绘画创作的朋友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体验和心得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落，欢迎将影片分享给亲朋好友们一起来观看。最后，不要忘记给我的影片一个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